Y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n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乱拍，还有安哥车系列了哈。今天呢，我的人就来到 Batuque Fuel Works 这里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看不到他招牌，因为我在他的后面，因为我喜欢走后门。看到我的车 parking 在里面呢，就是有事情了啦。原本今天的计划呢是要来换一下 disc 盘啊，做一下 bleeding 啊，换一下 brake pad 啊，这样子而已的。结果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我的水柜爆了。对，没有错，我里面的coolant都没有到完，恐怖啊，真的是啊！你可以看到我的电箱那边被溅到一点，那个coolant桶里面完全都是割松的。哇，幸好我的人已经来到车厂了，是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方式最简单啊，不是拿来修，不是来什么，是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 radiator coil radiator 的。Toyota Camry 呢，已经不是拿来玩了的。我有计划想要买一台车，可是这台车呢，我又不可以跟你们讲先哦，是不是？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我的车就 parking 在里面了，然后我的车呢，今天其实是想要换一个 disc 盘。我有计划想要换 disc 盘很久了的，因为我之前换上了这个粉红鲍鱼 Sumitomo 4 Port 的时候呢，它就来了一套原装的 disc 盘的，然后没有带切线的啦，是原装的。然后我也 skim 了几次啦，然后我发现到它很容易就是会歪掉，不久你又要再 skim 多一次了。刹车碟呢也因此越 skim 越薄，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个新的 disc 盘呢，把它装下去了。盘的尺寸是为315mm，为何我不要升级到330mm？因为我的 bracket 啊的 washer 要加，所以我就懒惰啊，不要加 washer 了啦，直接315就315了。反正我这辆车子又不是拿来跑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刹车碟呢，它是有带切线还有洞的，它除了散热会比较好之外呢，其实也会帮助你的刹车性能哦。你如果不信的话呢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去换一个有带切线的刹车碟，真的是有所帮助的。当然，你的刹车碟好之外呢，当然也是要用好的刹车皮啦。今天呢，我呢是来更换一套全新的来自 Bendix 比较高端的系列，叫做 Metal King 啦。Bendix Metal King 呢，我也用了好一段时间啊。它这个 brake pad 是一个 semi metallic 的材料，它可以耐450度左右的高温。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在云顶下山的时候啊，刹车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它超过你的正常工作温度，如果它不耐高温，它也会影响到你踩刹车的时候啊，你都会感觉到你的车好像不怎么爱停啊。即使你把它踩到底之后，我用了 Metal King 之后的感想就是刹车性能真的很好啊。我云顶从顶上下到山底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其实 Bendix Metal King 呢，它也是有出了很多车子的系列的，不管是罗里卡车还是你的普通家用车，它也是有。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也不妨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去看看，或者是我会把 link 放在 description 上面，你们可以点进去看，接用是很好用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问我 Metal King 它有什么缺点嘛，其实是有的。你会看到我的黑色 rim 上面呢，就变得没有这么亮黑了啦。然后我的手一挖下去的话呢，就会很容易磨到一些 brake 粉，所以你要勤劳的洗车，勤劳的洗一遍，让你的车看得会比较干净一点。今天我也一次过来做一个 bleeding， 因为Toyota Camry 呢最不好的问题就是大概每走1万多公里之后啊，我会发现到我的脚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要踩得比较深，然后反应会比较慢一点点。这次也会顺便来 check 一下我后面的 caliper pin 有没有 jam， 因为之前脚感不是很好的原因就是后面的 caliper pin jam 掉了啦，这我就感觉到我的车呢怎么那个刹车动力啊都是来自于前面吧，好像后面没有什么帮助的，原来就是 caliper pin 的关系。幸好我把 radiator 的事情先解决啊，要不然下个礼拜我有打算要去金马伦啊，或者是去槟城的。如果坏在路边的话，真的是麻烦大了啊！幸好运气好啊！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我的粉红鲍鱼呢，其实还是这么的健康，这么的亮丽，大概3年是有了的。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Eden 你不要买 Endless， 对，我的不是来赛车，所以我就会选择来自欧洲大品牌的 Bendix， 这个就是我用着的 Bendix Metal King 啦，旧的那个哦。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却选择使用新的刹车皮呢？因为老板说，既然你今天换上了新碟，你肯定要配上新的 brake pad 嘛，这样子刹车性能才会好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问，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线呢？这个叫做 Blue Titanium Strap。这个 Blue Titanium Strap 呢，它其实可以减少它的磨合期，但是它不是说你安装上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马上去上云顶下来。他说它可以耐450度的高温。
把之前的 brake 油全部都吸出来了，把新的 brake 油给倒进去。那 brake 油呢，在市面上有分 .3、.4、.5.1等等的。其实不是说越高的数目就是越好的，这是要看你的个人需求是什么。当然给我的话，至少会拿 .4 或者 .5.1 左右的。这次我也是用来自 Bendix 的 brake fluid， 我相信等一下我出去啊踩那个刹车肯定是非常的棒。第一 brake 盘厚了，第二 brake 皮厚了。第三 ，reading 做了，所以我的脚感啊，一定是很棒很棒的，驾车起来也比较有信心一点。如果你去问一个女人啊，大多数人跟你讲，哎呀，车要搞这样多东西来，怎么啦？我可以有油，可以 start， 可以走就算了咯。但是当我问她一句，对啊，你的车可以走哦，可是有没有 brake 哦？她就会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动力是其次，其实底盘操控最重要就是刹车系统啊。OK， 我的车终于搞定了啦哈，哇，比我的预计还要快嘞！今天真的是荷包大出血啊，根本没有想到，也没有预算到，不过也是好啦，先把一些问题先解决，搞到现在我也无钱了。首先要跟大家说呢，换了 brake pad 之后呢，你不是马上去上云顶啊，即使它有 titanium boot strap 的话呢，我们的 run in 时间也会比较少一点。可是我也是要驾了几天之后，我才敢敢的去踩啦。所以老板千交代万交代呢，跟我说，爱的人你不要去踩到这样快啊！你的车做了 breathing， 换了 brake 油，换了 brake 盘，还有 brake pad 之后呢，我跟你说那个脚感真的是一级棒啊！我稍微的垫一点点我的大概18%左右的这个刹车呢，我都 feel 到，好刺哦！刹车碟呢也是我想换很久了的。这个刹车盘有带切线的，还有带动的，所以散热也比较快，刹车的性能会比较好一点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种大的 disc 盘啊，disc 盘越大的话哦，只要它稍微有一点点扭曲还是弯曲啊哦，你除了刹车的时候可以 feel 到那个震动之外呢，你跑快的时候啊，你的方向盘都会抖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即使你的轮胎的 balancing 做得很好啊，也是会抖的，因为它大嘛，很舒服哦。新的 brake 盘就是爽，你们可以去 YouTube 那边去搜索一下，有一些鬼佬有做实验，到底我们的 disc 盘呢有动或者是有切线，是不是刹车性能会更好？他们有做这种实验哦。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 Bendix Metal King 还有 Bendix 的刹车油呢，也是值得去投资的一个物品哦。对我来讲呢，除了车子轮胎要有 grip， 要有抓地力，刹车性能也是要好。哪怕你不换什么大包鱼啊，你换一个好一点的刹车皮，还有刹车盘，基本上都 OK 的。千万不要去买什么纸包机啊、假货啊。当然买这些东西的话要做足功课啦，不要说人家什么觉得什么好，你就去买什么好。如果你不是去玩赛车的，你想要借用提升一下性能的 Bendix 是你最佳的选择啦。好啦，本期的视频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